都听见没？那城里读书娃要在绝活塘养小龙虾，那塘荒了7、8年了，水都是黑的。再说他爹当年养鱼都没养明白，他能养出花来？这孩子还是水产专业毕业的，城里工作不要，非跑回来。人家可是大学生，说不定有高科技呢。什么高科技？老子养了10年虾，还不如他翻2页书。他要能从那口塘里养出一只虾，我王大强名字倒着写。月娃子，你是大学生，城里好单位抢着要你，你回来当真要包这口塘？包。爸当年养鱼失败，到死都被村里人当笑话讲。我这趟回来，就是要把林家丢的面子从这片水里捞回来。哟，大学生亲自干活呢。我说林月，你爹当年在这塘里赔光了多少家财，你不知道？你这是想把你爹没吃完的亏再吃一遍？强哥，你养虾10年，去年你塘里出了多少虾？去年那塘不是……闭嘴！我去年出了2000斤，怎么着？2000斤挺不错的。我这口塘第1年要是能出2000斤，到时候请强哥来尝尝。行，我等着，看你能在这臭水坑里捞出什么来。跟你爹一个脾气，有你哭的时候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水比我家镜子还透亮！大学生就是不一样，我家鱼塘跟他比，简直就是个泔水孔。说什么呢？你看林月这塘整的再好看，养不出虾来有个屁用！走走走，别在这看了。强哥，你家那口塘去年出了2000斤，那今年呢？长势怎么样？管好你自己吧，操心我的塘，我的塘比你这强100倍。强哥有没有想过试一下水质检测？我带了多余的试剂，可以给你几瓶。少给我来这套！我养了10年虾，还要你教？别到时候一只虾捞不出来，你爹在下面都得替你臊得慌。强哥，你说什么都可以，别拿我爸说事。不说你爹，看你这清汤寡水的塘能养出什么虾来？扎根吧，你们在这儿好好长。让你清高，这一桶下去，够你喝1壶的。小崽子想发财，老子让你养一塘臭水。听说了吗？林月那小子的虾塘全臭了，水面全是油污，死虾飘了一层。不会吧？前2天我看着那塘还清亮着呢。老叔你不懂，那叫花架子。头2天看着好看，3天不到就露原形了。书呆子就是书呆子，我早说了，他投多少赔多少。现在好了，血本无归。哈哈，不会吧？那娃娃挺肯干的。天天睡塘边，肯干顶屁用！绝户塘就是绝户塘，他爹当年没弄成，他能弄成？他那塘啊，等着闻臭味吧！哎，好好的城里工作不做，回来瞎折腾。看着吧，要不了2天，他自己就得卷铺盖滚回城里去。强子，你没事去他塘那边转什么？李叔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路过怎么了？我是说，你家殷青娃子那守着塘也不同意，说2句风凉话。我风凉话？我说的是事实，心走着瞧。他那塘要不了2天就得臭完，到时候看谁被打脸。这点东西就想搞臭我的塘，太瞧不起我了。防野猫防野狗，防不住2条腿的。喂，老陈，我想订一批竹篱笆和铁丝网，再加2个监控摄像头，最便宜的那种就行。老陈，拐角那堵严实些，连只蚂蚁都不能放进来。我说岳哥，你这围的跟碉堡似的，养的是黄金还是钻石啊？成。岳哥，这摄像头加围栏花了不少钱吧？防野猫野狗的，这塘里虾苗还小，经不起折腾。围栏什么时候搞的？那我之前不是被发现了？不可能，那天黑得很，他要有证据早找上门了。得找个机会去试探试探。哟，林月，你这塘整的跟军事基地似的，围栏都装上了。防野猫野狗。野猫野狗，咱村哪有什么野猫野狗？还是防着点好。这塘里虾苗还小，要是有人不小心往里面倒个什么东西，一塘虾就完了。谁吃饱真往塘里倒东西？也是了，强哥，这摄像头晚上也能拍，夜视的。上次我回放录像，连只野猫从塘边过都拍得清清楚楚。那挺好啊，高科技。沉，比上次试网沉多了。成了，
真的成了！哎呦，这虾怎么真干净，一点黑泥都没有，真是还没泥腥味儿。这壳硬的，一看就肉结实。你爹当年要是有你这手艺，说我爸当年缺的不是手艺，是没人信他。哼，那也得卖得出去才算真本事。强子这话也不是没道理。每年收水产的时候，刘胖子都得来咱们村转一圈，可不是？谁家那水产养得好，3块钱一斤，他眼睛一下一个亮。听说你虾养得不错。这是镇上刘老板10里8乡最大的收购商，你小子运气好，刘老板亲自来看你的货，听见没？林月，刘老板亲自来收你的虾，那是给你面子，别不识抬举啊！强子也在这儿，正好，你给他讲讲行情。强哥，你去年塘里出了2000一斤，去年的价是去年的价，今年的行情我说了算。那你看这虾，还行。你这一批有多少？200多斤精品虾，个头都这么大。200斤，我全收了，8块钱一斤。多少？8块一斤。村里的虾都这个价，你去打听打听。刘老板，市面精品虾批发价最低18，给8块。小兄弟，你说的省城批发价，咱这是村里运费、损耗、保险，哪样不是钱？给8块一斤，这不是压价，是明抢。这10里8乡2只户，哪个不说我刘胖子公道？刘老板价格公道，我们一直跟他合作。林月，别不识好歹，8块就这个价，你要嫌少，把虾烂在手里，给其他人留口饭吃。小子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价我不卖。我就说吧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过2天他哭着求你收的时候，3块钱一斤都别给他，有骨气。我倒要看看10里8乡你能卖给谁。过几天你这虾卖不出去，折了本钱，别来找我哭。哼，林月何必呢？8块就8块，你爸当年就是不听劝，你也这脾气。喂，请问是租车公司吗？我要租一辆带冷藏的货车，明天一早用。邪门了！林月那口塘的虾大的跟吃了药似的，我这塘怎么连个虾影子都看不见？这水不行了，得下药。喂，刘老板，强子，那小子的货可养得比你好啊？那不可能啊，他那个虾塘围得跟碉堡似的。等他折了本回来，还怕他不来求我们？到时候3块钱一斤，他都得跪下谢谢咱。还是刘哥有办法。19家店，一家都不肯要。小蛐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早上有人打电话别往我这凑，死了算谁的？谁收你的虾，以后别想在这市场拿货。你是不是得罪人了？爸，我把话撂出去了，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回去。你这虾看着挺精神，能看看吗？你看，自己养的？山上引的泉水，没喂过脏东西。那怎么停在这儿？市场没人收，得罪人了？镇上受伤，要压价我没卖。有意思，跟我来。把虾搬进来。是骡子是马，下锅才知道。我开店几年，供应商来过几十个，10个有8个吹得天花乱坠，下了锅全露馅儿。你会做吗？会。那你来，用你自己的虾做你最拿手的口味，我只看结果。油焖的，你尝尝。不对，这虾怎么一点腥味都没有，肉这么弹？山泉水，没用化肥催。你车上还有多少？200多斤精品虾，个头都这样。我全要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店里招牌菜就你这个虾。你不问问价格？你怕我压你价？市面精品虾批发价18，我出22一斤，好虾值好价。我苏晴从不亏待好货。20就够。还有自己往下砍的？20就够。你是到现在第一个愿意看我虾的。成交，但有个条件，以后你养多少优先供给我。老板娘，你家今天的虾绝了，个头比之前大，肉还弹，换供应商了。是他的虾好，山泉水养的，没泥腥味。老板，你这虾得有个名字吧？我们下次带朋友来，总不能说就是那种大虾。有名字了，就叫泉水虾。今天中午翻了2轮台，泉水虾点单率100%，一个中午卖了我平时1天的量。那明天午市够不够？我车上还剩100多斤。好，这附近有3家做小龙虾的餐厅，老板都跟我熟，我让他们也尝尝你的虾。你愿意帮我推荐？好虾就是好虾，我苏晴从来不怕好东西被人知道。再说了，你虾养得好，拿货稳，我帮你是帮我自己。明天10点带你去见第1家，地址发你了。晴姐，你从哪儿找的？这虾肉紧实，一点泥腥味都没有，比我之前拿的货强太多了。你管我哪儿找的？一句话，要不要？成，先订50斤试试，好卖我加量。小伙子，虾养得好啊，以后每个月给我留一批，别全给孙一个人。想挖墙脚，排队去。我让我采购明天联系你，价格就按你说的。我干了15年餐饮，
这么弹的虾真没吃过几回。小林，我看你这虾确实好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现在产量就1口糖，我们3家加苏晴，下个月有第2批，这批多一点，但要是你们一家要80斤，确实不够。我建议你回去多开几口糖。他已经在扩了2口糖的产，那就行。对，只要品质不降，我们都要。刚刚几家又要了100多斤，加上你店里这批虾差不多了。我说了，好虾自己会说话，你现在信了？你今天帮我说的多开几口糖，我还没开始弄。订单跑得比产量快，到时候供不上，他们转头就找别家。餐饮行业就是这么现实。你说的对，这批虾的钱回去就投到扩糖上。这几天我让几个美食博主来店里试吃，他们发了视频之后，肯定有别家找上门。你要是没准备好，我不会让牌子砸了。正好，明天我跟你回村，去你塘里亲眼看看。看糖？光听你说光尝虾不够，我得亲眼见见养出这品质的地方，心里才更踏实。好。这就是你那口糖？就是这儿。这水凉的，不是那种温吞腾腾的糖水。山水直接引下来的，日夜不停的流，夏天水温也比别的糖低2-3度。脾气还挺大。脾气不大，肉不紧。你就睡这儿。刚开始那2个月，天天睡这儿。晚上听增氧部的声音，听习惯了才睡得着。还带人来看糖了，显摆什么？哼！下次我自己开车来，省得你送来送去，耽误你喂虾。随时来，虾管够。强子，你塘里虾怎么样了？好几天没见你去看了吧？看什么看？又看不出花来。怎么回事？前2天还好好的，怎么他的塘越养越旺？我的自己就死了。2号塘按这个线挖，进水口朝东，接山泉引水渠。岳哥，你真打算扩2口啊？这才第1茬刚卖完，本钱还没全回呢。不回也得扩。省城那边订单排到下个月了，1口糖供不上。省城人那么爱吃虾？挖吧，天黑之前把2号塘的 B 线挖出来。全烂了，全烂了！强子，林月那小子在省城把牌子打响了，好几家餐厅都在推泉水虾，你知道这事儿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还坐得住？他现在在挖深塘2口，等他扩完了，以后这10里8乡的虾都得看他的脸色。你那糖怎么了？我那糖全烂了，虾全死了。我有办法让他的虾一直都活不成。他装了摄像头，上回我摸过去，差点被他那狗逮着。那你就眼睁睁看着那小子骑到你头上，他总得喂虾吧？饲料上动点手脚，摄像头能开到饲料袋里掺了啥？你那批虾不就是吃劣质料吃死的？把料掺进它桶里，等虾发病，它查都查不到你头上。苏晴，我今天上午去省城送第2批样品，下午就回来。行，你路上小心。对了，昨天又有2家店打电话问泉水虾的供货渠道，你产量够不够？第2批马上出，比第1批多3成，暂时够。行，看好家。林月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不对，颗粒太粗有霉味，是劣质料，难怪虾全趴着不动。上回是倒脏水，这回是换饲料，没完了。
有事冲我来，冲我的虾来，你也就这点出息了。对 K 要不要？不要我出完了啊！叔，电费单，帮我看一下上个月欠没欠。强哥，借一步说话。强哥，我饲料被人换了，劣质料，虾吃了差点全趴下，摄像头拍到了。你别血口喷人！你那糖也快不行了吧？我糖怎么样，跟你没关系。你上次换给我的饲料，自己塘里也用了吧？换了3种药了，越投越死。现在塘里连个活虾影子都看不见。那饲料不是不能用，是要配着发酵料一起喂，单喂那个虾不消化，老想着搞我，自己的塘还有心思管吗？你到底想咋样？老想着搞我，自己的塘还有心思管吗？你到底想咋样？我不想把这事闹大。为什么？关你几天没用，回来更恨我。到时候你不往我塘里倒东西了，也会想别的法子。我就一个要求，以后别再来碰我的塘。我以前干的不是人干的事儿，我对不住你。你对不住的不是我，是你自己这口塘和你这几年的功夫，把你塘里那批劣质虾苗全清了，换水铺石灰重选苗。你要把我整塘？你这塘要是彻底烂了，病菌顺着水一漫，我那口塘也得跟着遭殃。帮你是帮我自己。林月，我以后不会再找你麻烦，我王大强说到做到。正好给你看个东西，之前那几个美食博主发的视频，上周又被平台推了一波流量。泉水虾这个关键词在省城本地美食榜挂了好几天了，怪不得这2天好几个陌生号码打进来问供货。我今天叫你过来，就是让你做好准备，名气打出去了，接下来找你的人只会更多，你那产量必须往上提。已经在挖2号塘了。喂，对，我是苏晴，您是哪位？生鲜超市直采。可以，但我说的不算，你得跟养虾的人谈，他在我旁边。林先生，我们关注泉水虾有一阵了，上个月我们几家门店的客户都在问有没有这个牌子的虾卖，我想去你养殖基地看看，如果条件合适，鲜百惠想把你的虾塘设成直采基地。可以，什么时候看？越快越好，明天我跑一趟你村里。我们这边随时配合，林月的塘经得起看。好，那就明天上午我直接到塘边。他这么急，说明超市那边需求量很大，而且是真看上你的虾了。明天他看塘，你稳住就行，价和条件都好谈。你这是山泉水直接引过来的？从山上引的活水，铺了石灰底，种水草净化，每位化肥催长，生长期比普通虾长1倍。够凶！虾壳硬度呢？可以，我们签长期合同。这个计价不只是我给的价，你的虾进我们超市，专柜陈列，打泉水虾的品牌，以后省城所有鲜百味门店只卖你一家的小龙虾。来人，把茶杯收拾了。徐国安、鲜百惠，你们行！苏晴，合同签下来了。那你还给我供不供？不会被鲜百惠拐跑了吧？你永远是我这里的第一家。爸，我们要有自己的店了。老板，这个墙按你说的打通了，你看看行不行？行，这边做明汤，顾客能看到虾，那边摆桌子。谁让你在这开店的？消防审批过了吗？门口不准摆招牌，不知道这条街的规定？消防审批单我拿到了，招牌也按街道要求做的，没有超规格。小子挺横啊！我告诉你，这条街我们说了算，说你的消防不行，他就是不行。给你3天自己关门，不然到时候东西给你搬出去，别说我们没打招呼。老板，你得罪人了，这几个一看就是地痞。没事。怎么了？店里装修不顺？来了几个地痞，说消防不行，门口不准摆招牌。你打听了吗？背后谁在指使？打听了，这3个地痞跟镇上一个贩子是拜把兄弟，那个贩子常年给刘胖子供货。刘胖子，省城他也能伸手过来？他在镇上混了10几年，省城也认识不少人，硬碰硬我不占便宜，闹大了，店还没开就臭了名声。你上次说帮餐饮协会赵总解决过一次断货，他欠你人情？是。那你还坐在这儿？赵总在餐饮圈什么分量你不知道？
小子，3天到了，想好没？赵总，您怎么在这儿？我朋友新店装修，我来看看。听说你们不太满意他的消防。哥，赵总跟咱老大认识。没有，都是误会。消防没问题，招牌随便摆。既然是误会，就别耽误人家开业。赵叔，谢谢。少来，你这虾确实好，以后我们协会几家店我也帮你推。开业酬宾，前50份8折，先尝后买。快来吃这个，这家虾绝了！老板，再来一份13虾的。今天光13箱就出了20多份了，你这批虾够不够？我看撑不过半小时。第2批在车上，我去搬。老板，我是做餐饮的，在隔壁区有2家店，你这虾确实好，我想加盟。你们这个泉水虾品牌对外放加盟吗？加盟现在还不行，我可以付加盟费，你说个数。不是钱的问题，现在产量跟不上，分出去品控也顾不过来，容易砸牌子。他说的没错，我跟他合作了大半年，到现在他也没给我独家权，就怕货不够分。我叫陈峰。行，到时候找你。开业2小时，备的虾全卖完了。林月，你明天能不能回来一趟？老李头他带着3家养殖户，今天在塘边等了你一整天。他们想干什么？想跟你干，他们那几口塘全不行了。跟他们说，我明天一早回。你可算回来了。他们人呢？一早又来了，比昨天来的还早。林月，我们以前跟着刘胖子，他压价我们也不敢吭声。现在你把销路打开了，我们能不能也跟着你学？想跟我干可以，但得守3条规矩。第一，苗得用我选的，我的虾苗是省农科院推荐的品种，不是镇上那些来路不明的便宜货。第二，技术标准得按我的来，水质怎么管，饲料怎么配，密度怎么控，我说了算，达不到标准的，我不会收。第三，销路统一走泉水虾品牌，你们养出来虾只要达标，我包销，但不准私自接外面的单子。这3条做不到的，别来。我们昨天就商量好了，就等你回来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去上地狱，全去了。昨天还3家，今天全去他那边了。4家，老李头带的头，今天早上在塘边签的字儿。一群白眼狼！我收他们的虾收了10几年，那小子才回来几天。接下来，我想试试在虾塘里再养点别的东西。养啥？鱼？你往虾塘里放泥鳅，他俩能一起养。泥鳅不跟虾打架？不打。泥鳅的排泄物肥水，水草长好了，虾就有地方躲，一环扣一环，循环起来了。你这脑子怎么长的？别人养虾就养虾，你非要把泥鳅和水草也扯进来。单一的品种风险大，再说泥鳅也好卖，省城火锅店抢着要。这个要是真成了，你打算咋搞？现在2号塘也铺开，3号塘秋天动工，到时候3口塘全走生态循环模式。营业额又破纪录了。鲜百汇那边老徐刚才打电话来说要多拿3成货，你能不能供货？能。2号塘下个月出第1批虾，3号塘秋天动工，再加上老李头他们4户，够。那还有个事儿，我想在城东再开一家分店，你供得上我就去看铺面。去看吧。省城那边又要加量，新超市、新分店，加上试验塘这一批泥鳅，以后不光是养虾了。你好，请问是林月先生吗？我是省电视台农业频道的编导。我们关注您的泉水虾生态养殖模式有一段时间了，想跟您约一期专题报道，您看方便吗？报道什么？
您的虾塘、您的生态循环模式，还有您带着乡亲们一起干的故事。我们栏目叫新农人，专门报道像您这样的年轻一代农业创业者。行。老张，先把机器架上，拍个全景。这塘水太清了。河边道，我是林月。没想到林先生那么年轻有为。我们今天不搞那些摆拍的，你就正常巡塘、喂虾、测水质，我们跟着拍。行，那就正常来。这画面不用调色了，直接出。这就是你在电话里说的虾米草共生试验塘。虾吃浮游生物，泥鳅钻提松土，水草净化水质，饲料省了30%，虾的存活率反而高了。这个模式是你自己摸索的？边养边试，书上没有现成的，就一点一点调。强哥，过来。您是跟林月一起干的养殖户？他教我养的。你以前也是养虾的，怎么认识林月的？林先生，我做了3年农业节目，像您这样把生态循环做到这个程度的不多。这还只是开始，等3号塘动工，生态循环肯定会更稳固。真的吗？等到时候我们可以预约来拍第2期吗？当然可以。后续我们会尽快把节目剪出来，大概下周播。定了时间我再发消息告诉你。好，麻烦您了。我刚才是不是说错啥了？说的比我好。在省城周边的这个小村庄里，一位水产专业毕业的年轻人，把一口荒废8年的死鱼塘变成了年产值过100万的生态养殖基地。我以前觉得他是个书呆子，后来知道是自己蠢。虾不用说话，把水养好了，虾自己会告诉你行不行。你好，林老板，终于打通了，我是看了节目打来的，你们那个泉水虾。昨天又熬到几点？没顾上看时间，节目一播，电话都快被打爆了。有多夸张？3天60多桶，省内省外全是问货的，订单翻了4、5倍。你现在那几口塘供得了吗？老塘再出，2号塘下个月出第1批，试验塘的泥鳅也快能卖了，加上老李头他们4户，暂时够。那就好，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，名气越大越容易被人盯上。餐饮圈这种事我见多了，你好了总有人眼红。说来就来，这种帖子没证据，但有转发量，够恶心人的。徐经理，林老板，那个网上的帖子我看到了，我们采购这边要跟你确认一下，你那虾确实没有加不该加的东西吧？没有。那就好。不过总部那边看到了帖子，说新店那批订单先缓缓，等舆论平了再签。你知道，我们超市做生鲜的，食品安全是红线。理解，我等你们消息。连着2家，这帖子是谁发的？你心里有数吗？不用猜也知道，节目刚播就挑这个时间点发帖，就是想让我乱。我现在去找他们，反而帮他们炒热度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他不是说加了东西吗？那就让所有人来看我塘里到底加了什么。你们今天想看什么随便看。没泥鳅味儿。你这料都是正规厂家的，每一批都有进货单，发酵料是我们自己配的，配方可以看。样品我当着你们的面捞的，送检的检测站你们选，我不插手。就送这里。送检的小龙虾样品，所有指标都在标准范围内，没检出任何违禁添加物，重金属、少药残留、抗生素都是阴性。林老板，新店的订单我今天就签，谁还有话说？总部那边不是让缓一缓？检测报告摆在这儿，谁还有话说？再说你这养殖流程，我今天从头看到尾，心里有数了。以后不光新店，老店的量我也想提。对了，那个造谣的帖子，今天下午悄悄删了。
全阴性，发帖的人脸疼不疼？删了，没留名，我也没追究。不追究是对的，你一追究反而给他画面。现在这样，别人替你说话了。谁发的？吃过的客人自发发的，我可没找人。对了，跟你说个事儿，省城东边新开了个商圈，在招商。我托人问了，还有几个位置不错的铺面，那边人流量大，但竞争也激烈，周边已经有3家小龙虾店了。你去看了？看了一个，位置可以，就是压力不小。旁边那几家都是老牌子。去看看。你不怕？刚处理完一个造谣的，又往狼群里砸。虾没问题，就不怕人多。走吧。上一家做火锅的撑了8个月走了，左右两边各一家小龙虾店，街对面还有一家，加上咱这条街就4家卖虾的，3家都是老店。左边那家开了3年，对面那家5年，右边那家新开的不到1年，但一直在打价格战。面积够，明档坐在靠窗这边，门口的人走过来能直接看到虾。后厨往后挪，把用餐区留大。位置和格局都可以，但品质这东西得人家吃进嘴里才知道。问题是怎么让人走进来？如果我们的对手不是这条街上这3家店呢？如果我们的对手不是这条街上这3家店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现在渠道全铺开了，但每家农户养出的虾规格不统一，出塘时间也不统一，收上来的虾大小混在一起，你们后厨处理起来费工损耗还大。这倒是，上次有一批参差不齐，我的厨师挑了半天。如果从虾苗开始就统一呢？品牌只打一个泉水虾，渠道统一供货，不内卷，不压价。到那时候，小龙虾买我们不是在这条街上跟3家店抢客人，我们是在给所有小龙虾店定标准。这事一个人干不成，得把村里愿意跟的人全拉进来。你这个人，别人开新店想的是怎么把隔壁干倒，你想的是一步跨到所有店前面去了。回村，我把方案细化出来，明天开会。强哥，明早8点帮我把所有养虾的叫到村委会，能来的都来。收到，交给我。刚才说了，统一苗，统一标准，愿意加入的签协议，不愿意的不勉强。林月，你说统一收购价，万一市场价跌了，你收不起咋办？前年镇上刘胖子也说过保底价，后来虾价一跌，人找不着了。白纸黑字盖了章的，保地价写死在协议里，市场价高于保地价，按市场价结算。林月，你那套养虾的法子我们学得会吗？我们以前都是土法子，你说什么 pH 值，什么溶阳定，我们听都听不懂。是啊，我们这把年纪了，还能学会你那套？培训分3期，第1期在塘边实操，我带着走，从测水质到认虾病，一步一步来。第2期在村委会看数据，王大强来教。第3期跟省城来的技术员学饲料配比，学不会的单独补课，不收钱。对，我能学会，你们肯定都能。省城的销路已经有了，你们现在养的虾全送过去都不够卖，所以销路的事儿不用你们操心。今天坐在这儿的有一半跟我之前一样，糖快不行了，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。但后来我跟着他养，你们也看到了。给我支笔，我签。咱这摊子越铺越大了，你想好叫啥名没有？就叫泉水虾养殖联合体。老张，你那口3号塘早上的 pH 值偏低，今天把进水口开大一点，让活水多冲一阵。还有老刘，你塘里水草叶面发黄，是水流太缓了，增氧泵多开2小时。强哥以前可不是这样的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今天跟着我学，就按今天的来。位置确实好，刚才还没开门，就有人探头问什么时候营业。对面那家小龙虾店今天有什么活动？打折买3送1，开业的第1个星期天天做。我们不打折，还是卖正常价。你就不怕他们第一波把人全抢走？虾不对，打折也留不住；虾对了，原价也会回来。王大强现在能独当一面了。上个月我不在村里，10几口塘的日常管理全是他盯的，数据也记得越来越细。
你这人收服人心的本事比养虾还厉害。是他自己想变好。对了，冷库扩容那个方案我看了，照现在的产量增速，现有的库撑不过明年开春。我算了3个方案，原地构建、租隔壁铺面打通，还是在郊区另租一个中转仓，各有利弊。你说，原地扩建最快，但成本高；隔壁铺面下个月到期，但面积只够撑半年；郊区成本最低，但物流多一环，到店时间要多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不影响品质。郊区冷库多加一个中转节点，把路线优化一下，省下的租金投到3号堂改造。行，那我明天给冷链公司打电话，把郊区那几个仓库的报价拿过来。实验堂新出的虾，泥鳅也肥了，给你带了1兜，尝尝跟老唐的有什么不一样。你这人真有意思，每次从村里回来，不是带虾就是带虾。认识这么久，礼物全是虾。我也不会别的，就是想把最好的先给你尝。我知道。等这阵子忙完了，我请你吃饭。你请我？虾是你养的，店是你开的，你这叫请客啊？那你说吃什么，去哪吃，都听你的。吃个不一样的。好，那我可就等着了。根往泥里插深点，只埋根不埋叶。插浅了，水一冲就跑。我当初跟林月学的时候，第一把全飘上来了。那你现在不是会了吗？废话，我学了1天，蹲塘边插了上百颗，腿都蹲麻了。岳哥，我这 pH 值测了2天都是8.2，比你说的那个范围高，我是不是哪儿弄错了？8.2没事儿，你那口塘是新铺的石灰底，碱性偏高正常，活水多冲1周就下来了，不用调。我还以为要重新换水，虾进了塘再折腾反而容易出问题。以后遇到数据变动，先观察3天，3天还不稳再找我。岳哥，岳哥，西头那2口塘水草叶子发黄了。进水口开小了，水流太缓，水里氧气不够，水草缺氧就先黄叶，再不调根就烂了。就这点小事儿，开个阀门就完了。小事发现晚了就是大事儿。水草一烂，水质3天就坏，水质坏了虾就生病，等虾翻白肚皮再救就迟了。进水口要勤检查，不能等黄了再看。以前养虾就是挖个坑放水投苗，哪有这么多道道？生态系统就是这样，一环扣一环。听见没？医生讲课呢，听着呢，一个字没落下。是得跟你们这些读过书的人学。我以前不信，亲眼看了几回，服了。老叔，你这才服。我从岳哥第一网虾捞上来，我就知道不对了。小兄弟，你这虾真没用药。我的药就是它们，水草净化水质，泥鳅松土增氧，虾不用药。下一季的订单我翻1倍，价格在你原来基础上再加1成。市场上能稳定出这种品相虾的，我还没见过第2家。林老板，我们是隔壁村的，你们联合体那套法子，我们能不能也学？这几口塘我们弄了2年了，虾就是长不大。听说你们不光养虾，还养泥鳅，一塘能卖2茶钱。我们在网上看到新农人那个节目了，你们那虾……你们村有几口塘想改？5口，都是荒了好几年的，水倒是引过来了，就是不会弄。明天我去看看，能改的1口都不浪费。水温正常，水色透亮，虾趴在水草上但不蔫儿，那就是健康的。强哥，这怎么看出来的？我瞅着就是水。看水不是看颜色，是看透亮度，浑的不行，透亮的就没问题。你闻一下，有青草味就对了，有腥味就是底下坏了。现在都得叫王师傅了，强哥那是以前。跟上来，6号塘今天要测 pH 值，我教你们怎么看比色法。你现在比林月还忙，10几口塘，天天走一遍，鞋都磨破几双了。他走的时候说了，数据1天不能断，断了就不知道塘哪天出问题。
你以前在村口打牌，一坐就是一天，谁能想到你也有今天？以前做梦都没想过，我王大强也能有今天。走了，7号堂今天该调进水口了。照你平板上的格式化的表，数据都核过，错不了。这个本子以后就是联合体的阅读档案，每月1本，你负责。强哥，3号堂泥鳅又多捞出来3斤，你那表上记清楚。一个个来，老张，你那边多少？42斤虾，11斤泥鳅。强哥，再记一个。月娃子，跟着你干！以前累死累活养虾，咱这钱赚的钱全让贩子压走了。现在跟着你，心里踏实。大堂年年亏，今年不光回本，还净赚一笔，这日子总算有盼头了。你放心，往后我们跟着你好好干，绝不给你拖后腿。好好养，咱们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当年那口绝户汤，我记得。你第一次带我去看他的时候，糖梗上还没花。爸，绝户堂开花了。咱联合体现在有对公账户了，以后分红直接打卡里，不用再一个个数现金。你回去把账号发给各户，下季分红走公账。那是刘胖子。林月，你当年说这10里8乡谁收我的虾你就让谁不好过，现在你自己的收获点被贴了封条。你赢了，我认。我没想赢你，我只是想把虾养好，能卖个好价。刘老板。是他把我的糖救回来了，你现在坐在这儿，觉得全完了，完不全在于你。他要是不给机会，我王大强今天也不会站在这里跟你说话。走吧，下午还要去邻村看沈棠。他自己走的路，怪不得别人。谁走的路都是自己走的，能回头的也是自己回的头。强哥，听说刘胖子手点被查封了，镇上人都在传。今天在镇上碰见他了，蹲在路边，整个人老了一圈。你恨他不？恨别人费的是自己的功夫，管好自己的糖比啥都强。也是。看什么呢？第5家店都开了，还愣着呀？没什么，就是忽然想起去年这时候，我一个人开着冷藏车闯省城，10几家档口都拒收，一车虾差点全死在路边。可你看现在，整条街都是你的店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记得，我蹲在车旁边挑死虾，狼狈的。我就这样走过来，喂，你这虾看着挺精神，能看看吗？当时你是第一个愿意看我虾的人，我只是愿意相信你。其实从那天起，我就不止把你当合伙人了。我也是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第一次吃这虾是在苏记下厨，小苏让我去品菜，我吃了一口就问供货商是谁。林老板，省外那条冷链线路我帮你跟物流公司谈妥了，下个月试跑第1趟，先发南边2个省，意向书你先看看。南边2省，一上来胃口不小。我做了10几年餐饮供应链，能稳定出这种品相淡水虾的，真没见过第2家。小林，下一步打算做什么？5家店了，省外冷链也马上跑起来，你是不是该想点更大的了？下一步，我要把这个生态养殖的模式做成一套标准，让更多地方的人拿到这套标准就能直接用。从养虾到定，这就是我说的更大的。你想推到多大规模？不一定要多大，但谁想用，只要踏实做。这套法子不是我的，是这片水教我的，都可以用。我就知道你在这儿，每次从省城回来，第一站不是家，是这口糖。这口糖是我第1家店，我当初回来就想把我爸丢掉的面子从这片水里捞回来。我读水产也是为了回来证明，我们老林家不是笑话。你早就证明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片水能捞回来的远远不止面子，还捞回来了一个联合体，2个村10几户人家的活路，从这头到那头全是咱的糖。去年还就1口，今年你数数多少口了？17口，明年还会多。明年这时候这片水还得再大1倍，隔壁镇都想来学。让他们来，标准化手册做完了，谁想学都教。你就没想过自己留着手艺多赚点？一个人富不长久，当年我爸一个人在这里折腾，现在我不想让任何人再尝那种滋味。林月，你说的对，以后还是你怎么带，我们怎么干。糖是活的，水是活的，人心齐了，日子就活了。小林，现在咱全村都跟着你干，心稳了，路也宽了，
这心里踏实了，我就过来了。可不是，以前这时候愁得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现在是高兴的睡不着。以前养虾愁亏，现在不愁销路，不愁技术，这日子从来没这么踏实过。是啊，跟着你干，咱也能靠这片水。这塘不是我一个人的塘，路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路，谁起来都摇头。他是咱们村的聚宝盆，咱老百姓的日子总算熬出头了。对，老叔说的对，以后咱就跟着林月把泉水虾卖到全省，卖到全国，让省城那些大馆子一提小龙虾就想起咱村儿。只要大家愿意好好干，就能一直养下去，大家的腰包也能一直鼓下去。好虾、好水、好人，就一定有好销路、好未来。省城那边大家放心，有我盯着。爸，你看，靠着这片地、这塘水，我们都能活得堂堂正正。林月，那本标准化手册车，我帮你发到隔壁镇去。我教他们怎么插水草，保证一颗不飘。水色一闻就知道底下坏没坏。你们年轻人跑得快，我就在咱村守着这几口老塘。